是谁呀？胆子这么大！我必须见到谢尘元，我必须见到谢尘元。小姐，咱们走吧。您都跪了3天3夜了。一翠，你不懂，谢尘渊是我们江家唯一的机会。如今的江家看似风光，实则早已深陷泥潭。1年后的今天，江家就被满门抄斩。只有找重活一世的我，求得谢尘渊的帮助，才能扭转乾坤。这煞神厉鬼有什么好见的？如今老爷如日中天，哪需要他给机会？他就是故意不肯见你，想借此打压咱们江家，彰显威风。他若真不肯见我，早让人将我赶走了。又或者像路人们所说，直接将我双腿砍去。丞相府确实风光。小姐，江小姐，我家相爷让您里边请。谢过相爷，请先生带路吧。先带你换身衣裳吧，相爷不喜欢脏乱之人。我家小姐来时可漂亮了，脏乱还不是有人故意怠慢？请随老奴来。我家相爷脾气古怪，你千万别与他较劲，与他动怒。多谢徐公指点。你来此求见，也应该知道他的本事，可要好好爱护自己这颗美人脑袋，还有这张讨人欢喜的会心妙嘴了。徐公，一翠去哪儿？不急，待会儿你自会见到。前世我只远远见过谢尘渊一面，他常年戴着面具，对外宣称容貌丑陋，可仅仅是看他一眼，就足以让人心生恐惧。相爷，江青鱼已等候多时了。江青鱼，见过相爷。江惠江侍郎的女儿。是。把人带上来吧。放开我！你们到底要对我做什么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方才他们一下就把我抓起来了。青鱼斗胆问相爷，一翠可有哪里得罪了相爷？口技，你的人在本相府前3番5次骂本相厉鬼，虽算不得有祸，但本相听得心烦。你说本相该如何？你好大胆子！你要杀便杀，话是奴婢说的，你容不得就赶紧杀了奴婢。心胸狭隘，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，难怪世人你骂你厉鬼杀神。相爷且慢。一翠不过一介粗民，哪里懂得礼义廉耻？他若口无遮拦得罪了人，是小女管教不严，是江家家教不足。与其让相爷杀他，让府上徒增污秽，不如罚我这管教不严的主子。江小姐，杀你跟杀他对我而言都没有任何的区别。小女当然明白，相爷杀谁都有陛下御赐的金笔庇护，无需担责。因此青鱼也并非阻止，只是小女觉得，如果相爷专门放小女进来，只是为了杀一个举无情重的丫鬟，那也太过贬低自家门槛了。相爷家的门不应这般好进。徐公待我来前曾点拨过，谢尘渊脾气古怪，绝不能与他较劲动怒。若他真要怪罪，在街上就能杀了一翠。放我进来，必是试探。江小姐悟性不错。来人，备茶。以削发待人命，方才过错便算过去了，请江小姐入座。你求什么？相爷此话何意？凡求见者，必有相求之事，求生、求死、求财、求权。我可不记得何曾与江侍郎有任何旧交。江小姐愿意贵府3日，所求必然高于代价。江小姐，你求的是什么？回相爷，我求权。如今令尊江侍郎位居3品，也算得上是朝廷命官，这权不够。不够。
那我再请陛下禁他一品，够不够？不够。2品的权还不够。江小姐，恐怕这府上没有你要的东西。有的，若相爷府上没有，我便不会过来。是吗？相爷，我想见您一手权势。借我的权势，你要如何证明你能握得住这份权势呢？我一介女流，父亲不过3品，若他有所求，我甘愿舍弃一切。可他偏偏问我能否握得住，我能吗？若江小姐还未想好，那便请回吧。丞相府的权势你借不走。我握得住，凭我这份狠。小姐，一身狠劲，不值钱的筹码。偏逢本乡近来无事可做，无聊得很。你这不值钱的筹码，倒也算得上有趣。谢相爷挥绰大度。可会琴棋书画？略懂。略懂是几分？琴棋不足，但也能与几位哥哥过上几十回合。书画有几分天赋，曾随哥哥们去过宫宴，自诩技艺不输宫中技师。前世虽然天真落得满门抄斩，但家里宠我，搜罗了最好的师傅教导。如今这些才艺，倒成了我的保命符。你可知不败侯？知道，不败侯霍邑，大幽的传奇。14岁从军，27岁封侯，一生无一败绩，更因深爱亡妻，年近40未再娶妻。相爷想让青鱼做什么？不败侯7日前凯旋回京，设了一场庆功宴，只邀请了一些相熟老友，以及部分京中才子许女，于3日后。我想让你参加这次宴会。前世根本没有这场宴会。不败侯之子霍不弃在集市今晚闹出人命，不败侯为了救独子，亲自赴京请罪才偏心。难不成这宴会本是为了霍不弃办的？只是前世因为金马出事而取消了。相爷是想让我先攀上不败侯这条线。青鱼明白该怎么做。江小姐且慢，你手上有伤，这几日的折腾估计也受了寒气。相府内有医师，还是先处理一下再回去吧，免得家人担心。那便麻烦了。小姐，您受苦了，都是奴婢不好，没照顾好您。傻丫头，我没事。这江小姐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妙人，不仅不似传言那般天真愚钝，反而聪慧敏锐，还有一种笨拙的精明。如此可爱，难怪能得到相爷的垂青。徐老的措辞还是让人不敢恭维。若非相言垂青，令我卖出消息，恐怕这江小姐即使是跪到深宵雨鬼，也跪不到相府开门的那日嘛。相府根本没有跪3天3夜的规矩。3日前有人在天机楼买消息，相爷本要随便糊弄过去，一听是江青鱼，却沉思许久，让人回了这个消息。这不明摆着是给他机会吗？我曾见过他一面。想打听什么？相爷莫不是铁树开花？不过是好奇罢了。好奇可不会说的那般暧昧。江家早已深陷漩涡，最早发现端倪的却只有一位天真的小鱼，这何不令人好奇？不过发现了也无济于事，一条小鱼也能兴风浪逆天流。我赏他一条路，他能游则游，不能，那也不过只是我无聊的消遣罢了。即使万死，也不值一提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长跪3日还淋了雨，你这双腿是不想要了？这以后可是要留老寒腿的隐疾的。好在底子好，年纪小，从现在开始调理还来得及。这药1日3次，按时服用。多谢医师。
小姐，都怪我，若非我乱说话，你也不用遭这种罪。即使你没犯错，谢尘渊也有无数个理由试探我。试探？可您不是已经跪了3日吗？长跪3日，谁都能做。从入丞相府开始，才是真正的试探。徐公字字句句都在提示我，香烟不与蠢货商量。还好我当时没有冲动去和那些家仆动手，不然真拖累了小姐。小姐好像一夜之间变了，变得又聪慧又缜密。一翠，从今往后的每一步，我们都要步步小心。有些事我没办法说清楚，但请你相信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大家。是，小姐，无论您做什么，狄玉永远愿意为您赴汤蹈火。小姐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您跪了那么久，我们还以为您快去看看老爷夫人他们。我爹我娘怎么了？小姐，您还是自己去正厅去看看吧。不，这不行，这真不行！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相公，听话，咱们没得选了。虽然妾身也怕，可如果是和相公一起的话，妾身不怕。爹娘，孩儿愿意身先士卒。这水温怎么这么烫？这3个小红人是老爷夫人和3少。不好意思打扰了各位的雅兴，我好像敲错家门了。江青雨，你给我回来！寒夜飘逸洒满我的脸，巫女叛逆伤透我的心。你讲的话像是冰锥刺入我心底，为娘真的很受伤。你不知道心疼自己，就不知道心疼你爹娘。你跪那3日，我跟你爹去拉你，也跟着动了，都换上老寒腿了。还有你哥，3哥也老寒腿了。我可没老寒腿，甚至要太折腾人，爹娘怕疼，硬拉着我陪他们。你哥我身体好得很。你从小脑瓜子就不灵光，我还以为你要跪死在相府门口，等着我去扛你回来。我脑子不灵光。江青云，你什么时候力气这么大了？我没用力，是药有问题。药有问题？可我俩泡着还好好的呀。你们用手按一下脚上的穴位，试试就知道了。我先给你们治疗。你会医术？不会，是丞相府的医师给我开的药，正好用得上。一翠，去打温水来。是。你真见到谢尘渊了？是。只是情况有些复杂，待会儿我再与你们细说，包括我为何去跪丞相府，我都会一一告诉你。爹娘，无论我等会儿说了什么，请你们一定相信我有逼不得已的苦衷。你当真是我那笨笨的鱼儿？不然呢？除了我，谁还会知道你江澄佑6岁了还尿床，7岁跑去山里摘桃子被猴子扇屁股，12岁给隔壁文小姐写情书，被人家批注文词不通，是个文盲。这药包是回府前医师硬塞给我的，看来家里的一切情况都在谢尘渊的掌控之中，此人当真深不可测。爹娘，把脚放进来吧。小女儿，你这是做甚？只是忽然间想到，我还从没给爹娘按过脚呢。小鱼儿长大了，比你那3个哥哥懂事多了。我的乖女儿啊！我也有份吗？你没有被邀请。真是无情的妹妹。小鱼儿怎么哭了？可是受委屈了？没委屈，只是觉得孩儿懂事太晚了，让父娘操心太久了。爹娘，这是丞相府医师给的针法，对治疗老寒腿有奇效，我给你们扎针。
一翠，小鱼儿，你刚才说那药有问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家被人盯上了。父亲，江家确确实实早已成为了他人的垫脚石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我们一定是第一个被牺牲的。怎么可能呢？到底是谁会这么做？又是谁能做到这种地步？我马上叫人去查到底怎么回事。莫要打草惊蛇，否则只会起反作用。我明日让一翠去丞相府找那儿的医师验验就知道了。不过，父亲你在朝廷之上还是多加小心才是。可我江家不说行善积德，却也从未做出害人之事，怎会？有时候人家害你，并非你的问题。人善被人欺，朝廷上的纷争又岂是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的？父亲，您扪心自问，以你的能力，如何能在短短15年的时间走上这正三品礼部侍郎的位置？有人能看透人心，有人能随手提拔，这世上从来不缺手眼通天之人。我会更加谨慎小心。我这个官当的真的这么差劲吗？连小鱼儿都直接让我扪心自问能力了，好伤人心啊！我贵丞相府，是我想寻求丞相府的帮助，给江家多一张底牌。风云四动时，唯一能够保持不动的，也只有丞相府。小鱼儿，保全自己是最重要的。家里有爹，你想做什么放手去做就是，爹直觉你是对的。1年的时间，我绝对不能让江家重蹈覆辙。我是小白菜，没人疼也没人爱，露水浸，太阳晒，我是弱不禁风的小白菜。啰啰嗦嗦的，你不是挺能藏事吗？现在又来找我干嘛？江青雨，你又是半夜敲我门，又是半天不开口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这不是看你生气吗？不敢开口，随便你骂。别生气，看，小枣糕，我亲手做的呢。江青雨，你用小枣糕收买我，怎么这么狡猾？晓得你不舍得打骂我，故意做戏给你看呢。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老实实回答，知道没？我前些日子不断做同一个梦，梦里我们江家被构陷通敌外族，落了个满门抄斩的下场。这个梦实在太真，我不能等那一天到来。可这只是一个梦。可梦中是你面见陛下之后，让陛下将抄斩延迟，延迟了足足1个月。三哥，谁都有秘密，不是吗？小鱼儿，真是我小看了你。可这些话你为何不告诉爹娘？告诉爹爹，爹心有余而力不足；告诉娘也不过是徒增烦恼。的确，爹能力不太行，所以你就去丞相府前跪了3日。是，当时大局动荡，各方各面唯有丞相府安然无恙。那你可从谢沉渊那儿获知了什么？知晓了他有能力助我，也知晓了江家已经深陷漩涡。我长贵的消息一出去，马上有人慌了神下药试探，可见我们早被盯上了。可你长贵丞相府的事情已经传开了，幕后之人必定起疑。这好解决，我已经让一翠去散播消息了，就说我长贵3日，是因为我仰慕谢相已久，已经思念成疾，大家一定会把我当作神经病。你这么盯着我干嘛？这些谣言你自己传就得了，可别针对谢沉渊有想法，他可不是寻常人能染指的。三哥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之前陛下想要将公主许配给谢沉渊，他当场拒绝，陛下怒了要强行下旨。你猜他说了什么？他抗旨了。他威胁陛下说，若陛下不想在公主新婚之夜时见到公主的尸体，那最好不要这么做。他竟敢用公主的命威胁皇帝。正当所有人以为陛下会大发雷霆时，陛下却退步了，让他离开，从长计议。那后来呢？再也没人提过这事。据说那位公主事后哭得肝肠断断，能让陛下都如此忌惮，足见他手中的筹码有多恐怖。这位丞相果真可怕，要不是只有他能救江家，我是万万不想再招惹他。三哥，
家事尚未安定，我又怎会去想儿女情长？真不晓得你一天天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还是说追求隔壁文姑姐不成？你现在看啥都是情情爱爱。你不是说需要我帮忙吗？说说看，需要我帮什么？我想你教我学一些技艺，比如骑马。骑马？你一个女孩子学骑马做甚？我要学自然有我的道理，你教就是了。学骑马可不轻松，一不小心还会摔。你要学到什么程度？2日之内，我要做到能够策马奔腾。2日？时间这么紧，你认真的？是，我不怕吃苦，只要能做到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 2日要到那种程度，你可得多吃苦了。今天时候不早了，你明早再来找我。好，谢谢三哥，我明日再来。变聪明了是好事，可怎么让人这么心疼呢？查清楚到底是谁对江家动手，但不要过早暴露，这背后一定牵扯着更多。是，大人。看好了，这只手抓住马鞍，另一只手抓住缰绳，脚要踩稳马镫，身体要保持平衡，然后用力一蹬就上去了。我就这么一个娇娇女儿，被你折腾成这样，你这哥哥当的可真是太不称职了。我那苦命的女儿啊，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一个残忍的哥哥？爹娘，他就是擦破了皮而已啊！闭嘴！闭嘴！让你说话了。这个家里，我才是那个没人爱的小白菜吧？小姐，你受了这么多伤，老爷夫人刚才把三少爷骂得狗血淋头。我没事，三哥也是受我牵连挨骂。交代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小姐，丞相府的医师突然带来消息了，确实有人盯着江家。之前开的药短时间能治寒气，但会疼痛难忍，日后还会引起更严重的寒气爆发。爆发之后呢？医师说那边造时可能会开一些有依赖性的丹药，借此控制江家。不过小姐放心，消息已经让相爷知道了。相爷说让我们无需担忧，认真解决他安排的事就好，只要听话，江家就能安然无恙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也不能让相爷失望了。小姐，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就让那位传说中的小侯爷亲自给我们把风送来吧。那女孩生的也太美了，是哪家的小姐？真是让人挪不开眼。瞧着有点像江家的那位。别开玩笑了，那位会骑马，能有这气质？江家小姐整天被丞相府那位迷得神魂颠倒，哪有空来这儿遛马？别急，他们说的都是实话，何必乱了阵脚？小姐，你明明这么好，我听不得他们这样说你。我可没说要忍着，瞧好了一嘴。这位小姐，你要买些什么？我不买什么，只是牵着马不方便，能否借你这地放放马？可这地我说了不算啊。若是钱的问题，我今日没带，不过我家就在附近，你回头去江家喊我的名字，府里自然会给你报酬。江家？你的名字是？江青鱼。你就是传闻中江府那位愚笨小姐江青鱼。之前是青鱼不懂事了些，还请各位不要放在心上。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看着我长大的，若有不满大可说出来，不必拘泥。官民本一体，我也不过是个小官的女儿，只有大家指出来，我才知道哪里需要改正，日后才能和睦相处。这白菜是我地里长得最好的，你若不嫌弃，就收下吧。好啊，我要了，你回头记江府账上就行。不用，这是我送您的。你们做生意不易，该收的得收。不过，若是给我算8成价，以后我们府上的菜便都从你这里订。这成，日后江家人来，一律8成价。小姐看我这儿，这蘑菇也不错，我这草药是刚上山采的，送给您了。小姐太厉害了，这些市井小摊最爱八卦，过不了多久，小姐愚笨的名声就能彻底洗白了。快跑啊，各位！我的马发疯了！快跑啊，各位！我的马发疯了！你刚进集市就发了疯，我要是跳马自保，你出神了，这畜生绝对会闹出人命！糟糕，魅力不够，反而激怒了他。要是让爹知道，藤鞭炒肉都算轻的。
来啊！快闪开！朝我这尽可能的转向。疼死了！成功了，虽然冒了险，但只要能拿到参加不败侯府宴会的入场券，受再重的伤也值得。长得倒是鲜衣怒马，可惜是个不省心的惹祸精。你没事吧？事态紧急，我不得不出此下策，还望小侯爷莫要责怪。原来他长得这么好看，这么可爱，居然有胆量骑马救我，好勇敢！小侯爷，你伤着了，你这脸色有些怪异，莫非是发烧了？没事，我没事。谢谢姑娘出手相救，救命之恩，定当10倍奉还。敢问姑娘如何称呼？10倍奉还啊！不是，我说错了，是什么来着？是涌泉相报吧？啊，对，涌泉相报。苍天啊，太丢人了！早知道就听爹的话，多读点书了。不过他笑起来真好听，比宫里的曲子还动听。是脑子受伤了，还是脖子受伤了？为何始终垂着头呢？小侯爷别动，我帮你处理一下，乖乖听话，我就告诉你我的名字。这2天背了那么多医书，虽治不了疑难杂症，但跌打损伤和包扎，我可是在怡翠身上练过好多次的。他离我好近，他怎么会这么好看？这不是江家的那个傻子小姐吗？她怎么会医术？天哪，这包扎的手法比济世堂的药童还利索，真是神了！搞定了。小侯爷，还疼吗？不疼了，谢谢姑娘出手相救。敢问姑娘如何称呼？我叫江青瑜，礼部侍郎江惠之女。江青瑜，这名字可真好听。她跟京城里那些矫揉造作的世家贵女一点都不一样，又温柔又勇敢，还会医术。她一定是我的真命天女。你一直往我脸上看，是我生的不太体面吗？对不起，江小姐，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，是我不体面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这不是想让你消消气吗？江小姐，我父江说了，我人没什么脑子，容易得罪人。若是说错话、做错事，先给自己扇一耳光，以免对方心生不快。江青瑜，你原谅我了吗？这小霸王平时仗着侯爷横行霸道，什么时候这么懂规矩了？别删了，别删了，我并没有在意。那你亲口说原谅我。好，好，好，原谅你。好强大的心理素质，好厚的脸皮。今日可真多亏了你啊！若不是你把我马撞开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我等官家子女，真以维护百姓为先，这都是我应做的。这江小姐真是好人呐！江小姐，你这人不仅人长得好看，心地竟然还如此善良。你有这份心很好，我很敬佩。但是事关人命，无论如何还是要谢的。金银财宝还是其他，只要我有，你大胆开口，我什么都愿意给你。哎呀，我怎么用这些粗鄙的黄白之物来侮辱江小姐呢？小侯爷言重了，这本就是青鱼举手之劳，万万不可收受重礼。江姑娘客气了。其实我很想应下呀，又是买马又是买药，成本实在太高了。可为了大局，小侯爷的好感度至关重要，我只能忍痛装一装清高了。你若是什么都不要，你就是看不起我。你必须收下些什么？这俩人是在闹别扭呢，可不是吗？这俩人一看就是有故事。好吧，若是你执意报答，那我确实有件事想拜托你。你说，只要我办得到。我听闻不败侯府今晚举办了一场宴会，广招有才有艺的文人雅致。青鱼素来喜文墨，弹琴棋，早就想见识一番广袤天地。
奈何家父官职不高，青鱼才能又不足，此愿始终不得解。若小侯爷想报答，可否请小侯爷给一张邀请函？啊？我家有宴会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？闻所未闻啊！难道我走错棋了？不对啊，谢晨约那家伙不可能给我假消息啊！不过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前几日在太学逃课，被国子监的夫子告状，富江一边追着我打，一边说要找人治一治我。这宴会邀请那些破读书不对文人雅士，确实有可能是我副将的招。要不你随我一起回府看看，有我陪同，肯定没人拦着你。若有宴会，我陪着你；若没宴会，我让副将给你办一个。你信我，我副将肯定也会很喜欢你的。小侯爷的热切，我十分感激。不过眼下不太适合直接同行前往。为什么？既然要造访侯府，定要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，为侯府各位留下好印象才是。何况……这匹马的发疯实在异常，竟舍命也不肯停下。小侯爷最好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免得有小人在背后作威作福，不慎让自己伤了元气。你说有人害我？不能确定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多谢江小姐提醒，我马上去查。若是让我查到真是有人要害我，我定不忘江小姐今日提点。这是我出生时母亲为我留下的虎纹玉，此玉侯府上下全都认识。既然你我各有要事，那么我暂时陪不了江小姐了。你可凭此玉佩自由进入侯府，日后江小姐你拿着这块玉佩，随时都可以来侯府找我。我会保管好这枚玉佩的，小侯爷若是需要，随时可以要。不用。不是吧？这么快就搞定了？既然送给了你，那这玉佩此后就是你的了，你好好养着就是。那便多谢小侯爷了。不用谢，那我走喽。去吧。小姐你太棒了，竟然这么容易就搞到了比邀请函还厉害的东西。我也没想到小侯爷会直接给玉佩。走吧，一翠，回去挑一件体面的衣裳。话说回来，小姐，你有没有感觉那位小侯爷对你的态度怪怪的？有吗？有啊，他看见你都结巴了，还献殷勤，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。脑瓜子里想什么呢？或许只是人家小侯爷天生是个热心肠的小结巴呢。小姐，您看这样可合适？就这样吧。这一身行头出拳，谁不叫一声倾国倾城？不愧是我妹，有我几分四嫂。你们怎么不说话？你们说话呀！恕为娘难以评价。哼，小妹招人，你招笑。三哥不要脸。小姐，相爷来信了。刚刚有一只极为漂亮的黑金色的小雀儿飞来，手里抓着的便是这信头。我见是相爷送来的，便赶紧给你送来了。小姐，相爷写了什么？相爷要我在今晚侯府的宴会上一举夺魁。相爷已经知道我们拿到玉佩的事情了。是啊，完全瞒不住他。谢承渊的手眼竟然如此恐怖。我前脚刚拿到入宴信，他后脚便传信命令，我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他的掌控之下。不过，这一举夺魁，到底要夺的是什么？喂，这就要走了。偶然得到的一本乐谱，如若比拼琴棋书画，你能将这曲子好好弹出来的话，就必将技惊四座。为兄只能帮你帮到这儿。谢谢哥哥。大人，你怎给他曲谱？你明知道今日那不败侯的标准，曲谱不是扰了他的思路。我知道曲谱无用，可他若有那个夺魁的能耐，这曲谱将会给他莫大的帮助。愚笨也好，无用也罢，我不希望他卷进这无知己的暗流之中。我虽护不住江家，但护住一个妹妹，我还是能做到的。
好标致的世家小姐，以前怎么从未见过？这是哪家的小姐？这位小姐也是去侯府赴宴的，在下上届文状元之子何公，我们顺路，不如一同前往，晚点还能一起快活快活。不了，我已与他人有约。你不准走，今天必须答应与我一起。我被一个女人给推了！嘿，就你这癞蛤蟆模样，穿这件衣裳就把自己当人了，再敢靠近我家小姐，我打死你！一翠，走吧。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们两个！放肆！你这蠢货，不过是区区舐犊之子，竟敢在侯府门前如此侮辱本小姐！我父亲乃当朝礼部侍郎，位居正三品，你若再敢无礼，这事儿可就不是一巴掌能解决的了。礼部侍郎的女儿，放过我吧，我知错了。哎呦，疼死了！这礼部侍郎何时又多了一个女儿？他家不是独女吗？那江家独女名为江青鱼，出了名的天真愚笨，哪能有这身贵气？对啊，我还记着她前几日还跪在丞相府前，这位小姐怎么可能干得出那种蠢事？谢我家小姐大恩大德吧，否则我非得打死你不可。让各位见笑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若各位有什么话想对青鱼说，今日之后尽管来江家找我。今日是侯府的主场，还请各位不要过多在意青鱼。江青鱼，若我没记错，你今日是没有被侯府邀请的吧？那又如何？今日宴会唯有受邀者才可入会，只要你愿意在这儿给我道个歉，我可以把我的邀请函给你，否则你休想进去。前几日你常跪丞相府被拒，若是今日入侯府再被拒，这说出去可不好听啊！你干什么？何举人好大的脾气，在侯府门前请帖说送就行。既然你不稀罕，那青鱼便替你解决。这块玉够不够我入侯府赴宴？这是小侯爷身上的那块白虎玉，献此玉邮见侯爷。江小姐，你这玉从何而来？我不信，这玉堪比侯府镇府之宝，小侯爷怎会亲自送你？轮得到你不信？莫非本侯赠玉还要经过你同意不成？小侯爷，私我侯府请帖，在我门口闹事，何公，今日侯府折损的颜面就用你的手来赔吧。请帖是他撕的，小侯爷明鉴。本侯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记住了，你的手是因为手脚不干净自己折断的，没人砍你。是，我的手是我自己不干净造成的，跟任何人没关系。知道了还不快滚！怎么了？抱歉，要不是我来晚了，你肯定遇不到这种事。我没事。你刚刚没被吓着吧？你千万别怕我啊！我就是学我的模样装模作样而已，我平时不那样的，乱砍人手什么的，我平时真不那样。我没被吓到。真的？小侯爷是为我出头，我为何会被吓到？小侯爷，你介意我从你这儿作个弊吗？作弊？不管了，你直说，只要我能办到，我一定帮忙。我想请你帮我去找一些东西。相爷，方才侯府门外发生了一件趣事，那江小姐简直是个妙人。我原以为她走得太过谨慎，没想到是仁者见仁，步步算计。老奴敢胆定，她铁是看见了那小侯爷在门内走来，才掐着时间拿出白虎玉。妙啊，真是妙！谁曾想前几日他还只是一个只会傻跪伤害自己的人呢。这侯府的茶还是稍烈，如他门槛一般。什么门槛低了？不就是不肯承认江小姐优秀？论折腾人，谁能比得上你丞相府？你倒是会赏识人才，认识不到3日便忘记了自己也是丞相府的人。哪儿的话，相爷，老头我心永远跟着丞相府呢。走吧，入场的时间比原先料想的更早，我们也得动身了。侯爷，为何不直接将此次设宴的真实目的说出？看了一炷香这些少爷小姐的表演，您不恼怒，小的见了都心窝火呀。你难道不觉得本侯聪明绝顶吗？何以见得？本侯曾从陛下那儿学得一手，最难的考题不是考题，而是没有考题，让考生根据时事猜测出卷者的想法，本身就是一个考验，只有聪明人才能答出。本侯这番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侯爷，您是聪明，可这近40位宾客要全军覆没呢。不急，
那位名叫华娇的贵女不是还未作答吗？她定能交出好答卷。青羽，闭嘴！那位刚落座于20的青衣姑娘是谁？我怎从未见过？我也从未见过，一时竟想不起来给这人送过请帖。莫非是偷溜进来的？我去问问门市怎么回事。问清楚了，那女子来头不一般，小侯爷把白虎玉曾给她了，还为她砍了河宫的一只手掌。什么？还没完，我仔细跟你说。要不要把玉要回来，把她赶走？好一个礼部侍郎之女，不必赶走，也不必急着要把玉要回。我倒要打起10倍的精神，好好看看这江青鱼到底是有怎样的能耐，竟让霍不义那小子能心甘情愿把他娘送的玉佩给送上去。小姐，他们为何都盯着我们？你看侯爷目光就晓得。这位是谁？不知道。华娇小姐有所不知，这位是礼部侍郎江惠之女江青鱼。这江小姐今日可是出尽了风头呢。黄小姐可细说，今日我们可都是为了小侯爷而来，哪知道人小侯爷早有心系的家人。若是早晓得，我们也不必来此献丑凑数了。华姐姐，你说是不是？黄小姐似乎搞错了什么。我华娇来此可不是为了男人，而是为了权力。小侯爷爱慕谁，与我无关。我华娇只是要借侯府的风为我华家崛起造势罢了。你若是想祸水东野，借我手去除掉谁，那你找错人了。姐姐多虑了，我万无此意。我只是觉得，既然小侯爷已经有了人选，今日这宴会已经毫无意义。谁知道这狐狸精卖弄了什么风声，勾引到了小侯爷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。侯爷，看来今日还没出现让您满意的人呢。银球自知没有机会，但银球这儿有个好人选，推荐您看如何？好人选，说说看。我说的好人选就是这位江小姐。各位可有所不知，江小姐虽平日不显山露水，但本事可大着呢，无数男子都为她倾心，就连小侯爷都割爱将那一枚白虎玉送给。想必江小姐一定是才学过人，有非凡技艺，才能有这番魅力。不如江小姐来为我等录一首，也让我等瞻仰瞻仰。好，本侯也对江小姐颇为好奇，既然有人推荐，江小姐，你意下如何？回侯爷，小女今日确有表现想法，但因为时间仓迫，还未准备完全。不知侯爷能否准许小女再等一段时间？前往侯府却不早早准备，江小姐莫非是觉得今日本侯侯府的宴会是配不上你精心准备？本侯偏要现在见你表现，你当如何？臣女不敢。侯爷若真是想让小女现在表现，小女自然也能展露几分。不过侯爷有一点说的不对。本侯有何说的不对？本侯在侯府便是威严，还会有什么不对？天下人人皆有瑕疵，圣贤如此，侯爷亦非异常，为何没有不对？今日小女匆匆来府造访，并非不够重视，而是心念侯爷威严，不敢疏漏，才再三检查。如今准备尚未完全，也并非不够上心，而是生怕不够精彩，驳了侯府的面子。侯爷若是想要小女表演，小女自是能够做到，只是小女怕交出残缺的道卷，让侯爷错失今晚最大的惊喜。相信侯爷不会对残缺的表演感兴趣。这江青鱼还真是生了一张慧嘴，既坚持了自己的想法，又将侯爷提到与圣贤一个位置，顺势还拉起侯爷兴趣。侯爷即使是想动怒，也无从下手。看来今晚的宴会总算是来了一位有真本事的人了。你倒是会说话，不过本侯未曾邀请过你，不知你的名号。那犯了错的，本侯可否有幸知晓江小姐的姓名呢？人微言轻，鱼若鲸吞。小女名唤江青鱼，当朝礼部侍郎江惠之女。谢侯爷宽容大量。好一个人微言轻、鱼若鲸吞的江青鱼！你有这番心思，那本侯就等着看你所谓的惊喜，能不能配得上你的野心？侯爷，可眼下已经没几人了，各位来此都是费了不少功夫，难道都要等着他准备好吗？时间是金呐！黄小姐如此着急，
为何不先行离去？莫非是要请人送你不成？相爷，黄小姐如此珍惜时间，是有什么比侯爷与本相还重要的急事去做？说话！不敢，不是银桥没有急事。你在跟谁说话？相爷，我回相爷，银桥没有急事。哼，既然没有急事，为何催得如此要紧？我看黄姑娘还是有要事在身吧，否则也不至于不知天高地厚，在不拜侯府反客为主。相爷，侯爷，银桥万无此意，银桥只是什么？如此愚钝，莫非一定要本相开口直言那个鬼字？本相向来喜善，有些字可说不出来。谢相爷开恩，谢相爷开恩。低劣的东西，连空气都变得肮脏起来了。不拜侯，贵府请来的人还真是鱼龙混杂。有时间的话，重修门槛如何？谢相在厢房休息那么久，本侯还以为你早已离开，没想到是放着丞相府的事儿，等着现在在我侯府来替我伸张威严。侯爷哪里话？你我二人分居大于文武百官之首，共事一君，理应一心。你侯府的事处理不干净，不也是我的事？有劳谢相操心了。不过这种琐事，我侯府还是能够解决的，以后就不劳您费心了。不过您来的突然，恕本侯招待不周，没做准备，您随意坐。这明明是我的位置呀！江小姐莫非是觉得在本相身旁席地起坐上不到台面？青鱼是怕扰了相爷清静，扰不扰都清静不了。何况我也想近距离看看能被小侯爷赠遇的女子是如何奇特美丽。青鱼小姐不必害怕，谢相虽说手眼通天，但也没那个本事在侯府撒野。你想坐哪儿便坐哪儿。青鱼坐这儿极好，二位大人不必为我费心。哼，侯爷不舍得赐座不成？还不快给青鱼小姐赐座！明白。今日事情解决得不错，多亏了相爷的提点与相助才是。我何时助过？不过是不屑蠢货在耳边淫闹罢了。哦，今日你胜券几成？华交之前，我胜券3成；华交之后，我稳操胜券。是我来得太晚。今日的晚宴，莫非已经彻底安静了？还算有自知之明。传闻京中有4大贵女，其中华娇能一舞引百鸟，不知谢某是否能有幸一睹芳华？相爷自然有这个资格，不过今晚是侯爷的主场，侯爷不发话，娇不敢随意班门弄斧。当然，若是相爷不允，娇也会找时间亲自拜访相府，为相爷献上一舞。不愧是4大贵女。化谢沉渊的压力为拉拢侯府的动力，真是厉害。你我亲如一家，何必客气？你若是想，直接上去即可。交善剑舞，请侯爷赐剑。此剑随本侯征战多年，能不能驾驭起这柄剑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侯氏，奏乐。既然华姐姐有如此兴致，不如由我来为你奏乐，共创一场。姑娘请。华姐姐准备好了，放马过来吧。华娇不愧是武将之后，虽是舞蹈，可这每一剑刺出都有力量之美，能杀人。江青鱼的曲子极好，带有鼓舞人心的调子，可惜他琴柱也似乎稍微差一些。如此下去，可是完全比不得华娇啊！我好像出现幻觉了，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一个失忆少年。我也是，我还仿佛听见有人以身传教，那叫唤声不仅不让人讨厌，还让我感觉心里暖暖的。你很不错，比我想象中更要厉害。接下来我要用真本事。华姐姐放马过来。
鸟声，有鸟雀被引来了，是传闻中的一舞引百鸟。花椒的舞姿果然能够引百鸟观望。花椒不愧为4大贵女，如此技艺，堪称绝世。恐怕此局胜负已定，即使江小姐还有招，也无济于事了。百鸟争鸣，底下的鱼儿不仅没有半分恐慌，反而兴奋地摆起了尾巴。徐老，此局怕是胜负未分。他还能有什么招能比过这一舞？小姐不会输。小一寸，你这话怎讲？莫非你家小姐真憋了一招厉害的？二位等着就是。我家小姐从不会让任何人失望，她是无所不能的。你的曲子很不错，若非这次是在名利场上见，我们会是很好的闺友。华姐姐的舞姿也惊为天人，看来你是心服口服。自然，任何人输给华姐姐都只能心服口服。不过今日胜负还未落定，你不觉得自己输了？华姐姐也说了，这是名利场，我有不得不胜利的原因。还请宽恕青鱼不是那般光明磊落的人，利用了华姐姐。今日这一曲，就当是用来赔偿了。侯爷，青鱼现在全都准备妥当了，还请侯爷赐青鱼一次展露身手的机会，青鱼绝不让各位失望。方才的江清月没有拿出全部本事，他还有后手。可每人都只有一次表现机会，江清月方才不是已经用过了吗？原来如此，他方才根本没有用掉机会，而是利用我的剑舞来完成他的琴。借力打力，这温柔刀真是精准。江小姐，你方才那一曲子不算。那曲子只算一半，算作赠。哦，赠礼都如此精彩，那我可期待你要给送上什么正餐了。可要想清楚，本侯的期待不是谁都能承受的。青鱼晓得。江小姐，你要的东西我全都给你找齐了，还算及时吧？足够了，有劳小侯爷。不麻烦不麻烦，我还盼着你多指使我做点事儿呢。你之前帮我的恩情我还欠着，回报你都来不及。真的是京城那个会试小霸王？这怎么可能？有人现言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堂堂不拜侯之子，竟然如此全媚殷勤，老子怎么生了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？活不气，你给我过来！我走了啊，待会儿见。你放心，等会儿我一定在我副将耳边多吹吹风。待会儿见。你是不是把你娘送你的那块玉佩送给他了？啊，送了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副将，您不知道，今天早上我们初见时，她简直是天底下最真诚、最善良、最美丽、最聪慧勇敢的人。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这还用问？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反正我不管您今天选谁，最后必须让江小姐得偿所愿，不然我回头就写信向我娘告状。各位何必急着下结论？等青鱼做完画也不迟。1/4炷香的时间，相信各位定会对这画卷刮目相控。各位何必急着下结论？等青鱼做完画也不迟。1/4炷香的时间，
相信各位定会对这画卷刮目相控。这不是刚才他抚琴时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场景吗？他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琴音中的意境完美的画出来。副将，你快看，江小姐太厉害了，这画上的好像我呀！闭嘴！瞧你那傻样，人家画的是你，你能老老实实背着书篓听我训话？看来此局不必我们再为他铺路了。公子的意思是，江青鱼已经稳操胜券，可仅凭一幅画，怕是还不够吧？他的曲子加上这幅画，足见他已经彻底摸透了霍毅今日设宴试探的真正目的。原来如此，不过他要如何让众人心服口服的破局，真是深藏不露。青鱼小姐，这画上二人是本侯与犬子吧？侯爷明鉴，正是二位。那本州身上为何要背负荆棘？这一切，待青鱼真正完成这幅半成品，侯爷自会看破。半成品？书画，有了画，自然不能无书。行。赛玄日，杀图行，连将威武形如虎，献国泰，宋民安，英雄白鬓忧范讽。时不着，不成灵，岳母忍吐心似铁，刺中肝，留一胆，少年一发，终成功。还未结束，一首词怎能没有名？钟鼓曲传承。天哪，提笔引百鸟，这曲，这画，这书，三者合一，简直妙绝！原来如此，他故意利用我的特殊引鸟香，等鸟雀聚集后，再用更猛烈的墨香据为己有。江青鱼，你可真是个让人兴奋的对手。侯爷，小女准备的这份表现可算惊艳。好，好得很。青鱼小姐，看来今日晚宴只有你猜中了本侯的心思，这实在是本侯之幸。敢问江小姐对太学感不感兴趣？愿不愿意暂时成为我家犬子的伴读书徒？我也去太学当伴读？那可是太学啊，即闻全天下权贵子弟的太学啊！难怪你从未告诉我。告诉你，谁知道你能同意？而现在嘛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本侯邀请的可是青鱼小姐。若是江小姐成了小爷的伴读，那小爷岂不是天天都能看见她？这好像也不太坏。怎么样，青鱼小姐意下如何？莫非是对本侯开出的条件不满意？你还要什么？只要你能同意，本侯能给俸禄，也能保你与不计享受同等待遇。不计那小子也随你使唤。这不太好吧？青鱼哪能使唤小侯爷？不服规矩。哪儿不能？本侯看你训得挺好，使唤得挺熟练的。那你告诉本侯你要什么，本侯一定尽自己所能的满足你。能入太学对青鱼来说已经是最好的条件了。青鱼方才发呆，只是没想到能成为伴读书童。若是能进太学，我就能直接接触大幽最核心的王侯之后，迅速建立功名，没准1年后我真的有能力保全家人。相爷是真的在帮我。侯爷，这次的机会我会好好珍惜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负您的期望，让小侯爷好好学习。好，本侯放心。爹，你放开我！给老子闭嘴！去教你怎么追媳妇儿。江小姐，请留步。华姐姐，我们的大赢家利用完姐姐就想走，姐姐言重了。青鱼不过是侥幸，既然果实到手，青鱼自然也想悄无声息的离开。毕竟青鱼也是胜之不胡。天哪，他怎么能这么可爱？明明有勇有谋，却句句谦逊，只想把他捏一捏。冷静，不能流鼻血。输赢便是输赢，哪有什么胜之不武？不过我能知道你是如何看破侯爷心思的吗？不过是偶然间听见小侯爷抱怨学业罢了。就这样，或许还有我的胡乱猜测。花姐姐，你的鼻子让你见笑了，不用担心，我一兴奋就容易流鼻血。兴奋？是啊，这次我输得心服口服，我花娇愿意交你这个朋友，不知你赏不赏脸？能得华大姐姐赏识，
是青鱼的荣幸。小姐，我们该回去处理要事了。江小姐，告辞。青鱼妹妹，咱们太学见。这位华娇小姐也好奇怪。是啊，回头送点枸杞去华府吧。小姐，这是相爷临走前留给奴婢的，说是您想知道的消息。走吧，一翠，今日之事得当面感谢相爷才是。是我。江小姐请进，侯爷已经等待多时了。多谢相爷指点之恩。坐下吧，不过举手之劳，你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。多谢相爷赞美。好紧张，每次见到他都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，生怕自己下一秒又要拿簪子扎手。害怕？没有。手伸上来。另一只。哦。疼。我是说，伤口疼为什么不服药？还是说需要本相帮你？不用。江青鱼，你是本相的人。既然已经允诺以后是丞相府的人，那便要时刻记得，你还从未为丞相府奉献过什么。今日你表现不错，我能从你身上看见更高的价值。所以，在丞相府用尽你所有价值之前，也请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。相爷是在夸我？难道夸不得？只是没想到，相爷这般刻薄的人，竟如此直白。涂好了。多谢相爷。入了太学之后，切莫放松警惕，这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。若挂念着今日的胜果，沾沾自喜，小心还未垒起的城墙轰然倒塌。是。当真准备好了？是。嘘。我说错话了，还是因为方才那句打趣犯了口贱。既然准备好了，为何连跟着自己的老鼠都迟迟无法发现？门外有人？什么时候来的？那方才我和相爷的话，岂不是全被听去了？相爷，我开门。不要杀奴婢，奴婢只是路过而已，奴婢不知道房间里有人。你挡什么？相爷让你手挪开。是你？可认识此人？是方才在宴会上故意为难我的黄银桥的丫鬟。黄银桥明明已经被赶走了，他的丫鬟为何会在这儿？相爷，是我太过放松警惕，才让这条漏网之鱼有机可乘。我既然知道犯错，为何不率先弥补？想活命就老实回答，你在房外偷听多久？都听到了些什么？奴婢只是路过，并未听见什么。说谎！你家小姐早就被赶出去，你如此仔细的蹲点到这儿，必是早有打算。江小姐放过奴婢吧，奴婢只是听命行事而已。把这副药吃下去，我就放过你。吃下去之后，你便终生不能开口。我吃，只要能活命，我吃。相爷，江小姐，这就是你的处理结果。徐老，该回府了。无趣的把戏，希望下次见到江小姐，不会是以对立的立场重逢。
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一次机会，是要毒傻他的脑子，还是毒软他的筋骨？江小姐，本相沾染了太多罪孽，稍不注意便是万劫不复，可没时间陪你玩这种小孩子过家一样的游戏。先前的承诺我们一笔勾销，本相不需要你的命，也没资格借你权势。相爷，青鱼从没杀过人，也从未真正的害过人，但是，请相信青鱼，再给青鱼一次机会。谢承渊早就知道黄银局派了人跟踪，故意引诱我来这儿。上辈子我天真愚钝，害得全家满门抄斩，这辈子我绝不能重蹈覆辙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姐，你做得很好，不过刺的地方不对，他们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在死之前会一直经历生不如死的痛苦。你若真可怜你剑下的亡魂，就更应该学会如何杀人。这里刺进去，大脑会被瞬间破坏，他们会在一瞬间死去，永无痛苦。这里你可以刺，也可以划，但一定要足够深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剑封喉。他们死后还能尸体完整的穿上寿衣。这里心脏，人们被刺中心脏后会窒息，会剧痛无比，直至彻底死亡。但一定要记住，若是刺了一边，千万不要侥幸心理的放过另一边，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心脏长在右边。可都记住了？记住了，谢相爷教诲。那就早日回去休息吧，这里的尸体我会处理。我明白了，麻烦相爷了。一翠，回府吧。相爷，今日是不是做得太狠了些？只需要有足够的时间。我们没有时间给他成长，他也不需要时间。哎呦，哎呦，又摔了！这丫头怎么还不开门啊？我们不用小鱼儿飞黄腾达，我们只要女儿能开心就好了呀！这都把自己关了整整3天了，可急死我了！爹娘，别试了，这丫头铁了心不出来，谁劝都没用。小鱼儿，你终于舍得出门了，你都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了。三哥，有钱吗？给我钱。你把自己关了整整3天，出来第一句话竟然是要钱。三哥，给不给？你要多少？给，省着点花。你理解错我的意思。你要50两？500两？江青雨，你疯了！三哥，我是真有要事去做，你也不想看见我以后左一块伤右一块疤吧？就算你想看，爹娘看了又会怎么想？你就使劲待着，我一个人薅吧。这么晚了，你要走？你这是要去哪儿？这都快子时了。鬼市。三哥，我有一定要去鬼市的理由。你……那爹娘那边明早问起来，
怎么办？有哥哥在的话，一定能解决的吧？去吧去吧，早去早回。小姐，这里的宝贝好多，我从未见过那么多宝贝。我们来这儿是要买什么？人？500两银子，普通奴隶才3到10两，小姐买这么多奴隶，难道是？小姐，是一翠哪里不够好吗？一翠改，你别不要一翠啊！你怎么想的？我确实会多置办几个人手，但具体要看我买下那人之后还剩多少钱。买一个人剩下多少？是一个人就要花光500两。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他会出现在今晚拍卖的压轴场。拍卖压轴？可是小姐，大家连今晚拍品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您怎么知道压轴的是个奴隶？不知道500两能不能拍下来。如果拿不下来的话，500两还拿不下一个奴隶？小姐，你买的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欢迎二位来到拍卖场，出示证明。一共500两。没想到江小姐这么快就走出来了，居然还找到了鬼市，这倒是出了相爷的意料。原来是贵人来此，这是你们的允可证，可要妥善保管。老先生，您发错允可证了，我出示的财物按规矩只能拿银牌才对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姑娘，您是贵人。放弃吧，你是逃不掉的。得罪了那位大人，能逼得我们做到这个地步，已经是你的荣幸。哼，交出古都王子，我们能给你一个好看点的死法。不是要杀我，莫非还要我请你们下？我们下去。老大，小心有诈！底下我都提前打探过了，不会有事。上！谁能想到，鬼市中人人好奇的鬼王，竟真是人尽皆知的那位厉鬼呢？莫非鬼市这个称呼还不够明显？择日我倒是能给他改个名字，方便蠢货也能看懂。想法不错，可惜你活不到择日了。你们上次、上上次、上上上次也都这么说，不过好像都没什么用。这业务水准，那位还真是有心，竟然把我交给你们处理，怕是这辈子等不到佳音报门了。谁特么能想到相爷连被刺中了心脏都能活下来？不过你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很快就要死了吧？你，我不会因为被刺中的心口就死掉的。想知道原因吗？你们靠近些，我就告诉你们。你别想耍诈！如你们所说，我已是强弩之末，耍诈也毫无意义了。这是最大的让步了，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好吧，到这就够了。快跑，不然都得死！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怕穿心吗？很简单，因为我的心脏长在右边。谢承渊，你当真是那一族的后裔？快逃！把谢承渊的消息全部都散播出去，他必须死啊！一个都逃不掉。强行使用那种力量，果然还是太勉强了吗？皇甫兄，灵儿妹妹，你们看，
这人下半脸跟我为心心念念的人长得一模一样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倾国倾城？小侯爷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还大大方方不戴面具，求求你有点边界感行吗？过不去，你能不能有些自知之明？就这么逮着人家女孩脸上戳，人家认识你吗？你就这么不要脸？何况你自己不隐藏身份就算了，能不能别把我们的身份全都一股脑爆出来？我这不给你们看我心上人的模样吗？何况，姐姐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这位姐姐莫要放在心上，只是或许你真的长得太像她那位心上人，她才会一时失了分寸。不过，近日你们说的那位江小姐可是沸沸扬扬，据说她不仅拿到了不弃亲赠的玉佩，还在侯府上提笔引白鸟。对啊，我把玉佩给她了，她当真厉害又漂亮，温柔又坚强。这点我赞成。虽说她是利用了我才做到提笔引白鸟的，但我在她身上感觉不到任何恶意。我们是同类人，而且她真的很可爱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见她发现我早就入了太学时的模样了。话说回来，早知道侯府那日是给霍不止选陪读，我就主动弃权算了，还让我白准备那么多。这哪能怪我？太学太无聊了，其他那几个蠢货3天2头来烦，夫子还爱告状。不过以后就好了，以后江小姐会陪我一起，想想就开心。求求你别说了，我要尴尬死了！我愿意去侯府长跪3日，只求你以后闭嘴啊！能得你们2位那么高的评价，看来这位江小姐确实是个妙人。我也想见见她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和能耐。待她来太学时，你们可介意测试她一番？测试？什么玩意儿？我还没去，你们就想好怎么整我了？不介意，你那点招对江小姐来说不在话下。不在话下，我很在话下啊！就是，她肯定随随便便就能解决了。谁给你们的自信啊？让各位久等了，今日的拍卖正式开始，保证各位会无比满意今日的拍品。终于开始了，简直是解脱。都是有钱人啊，看来以后得多找机会薅一薅三哥的杨苗，不然连这种地方都消费不起。最后，今晚的压轴拍品是传闻中拥有野兽血脉天生的战士，骨头一人，男子1位。你们放我出去！一人绝不为奴！在我出去后，我会把你们全都杀光！该死的大幽人！还真被小姐说中了，今日拍卖的压轴是一个人。可小姐，您要一位艺人干什么？他身上的肌肉可真漂亮，真想跟他打一场啊！艺人可不是你平日里见到的那种泛泛之辈，当年你爹可是差点惜败于艺人之手。是啊，大幽这么多年最忌惮的周边势力，艺人天生残暴，野性未散，全都崇尚武力，强者为尊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大家只知道艺人厉害，却不知道他就是古都的王储之一，货真价实的古都皇子萨路。前世他被傅香买下折磨，回国继位后便大举进攻大幽，而我那负责外交的爹也因此被污蔑叛国，导致我江家满门抄斩。我爹绝无谋反能力，我必须拍下萨路，不仅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，更是为了阻止未来的战争，保我江家一世平安。可现在场上如此沸腾，想要抢这艺人的人不在少数，我这500两银子也不知道够不够。古都艺人起拍价100两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两。现在开始出价，150两。没想到这位小姐看上去文文静静的，结果那么狂野吗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实在是冒昧，不过为表歉意，如果你想要这艺人的话，我们可以帮你拍下来。不必几位劳心了，我自己可以。这女子举止沉稳，定不是凡人，难不成是武林中隐士门派的大人物？
等我拜师学艺，从此逍遥武林，父皇也拦不住我。200两！你太快了吧！300两。这位姑娘，我乃南州商行副行长，给个薄面，你抢不过我的，不要让事情闹得太难看。公平买卖竟以权势压人，这南州商行副行长了不起啊！看我怎么弄他！别急，这位小姐自己肯定也有办法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先看看这位小姐能不能解决。这2位交头接耳，难道不知道我听得一清二楚吗？不过南州商行副行长，这人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我还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南州商行副行长钱金。看来本行长已经威名远薄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该识趣些，再加价，我有的是办法知道你的身份。是啊，确实威名远扬，一般人可干不出来挪用商行公款进行私用这种彪悍事。莫非是因为南州商行的行长是你姐夫，所以可以为所欲为？你胡说八道！挪用公款，真的假的？这可不是能开玩笑的事情，大优对这方面极为谨慎，更何况是商行。如果金额过大，那可是要牵连家人的私罪。姑娘，你别怕，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。我乃当今圣上膝下3皇子皇甫清华，有我在，你大胆说，没人敢动你。三皇子殿下，还有我呢，不拜侯独子祸不犯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，这可是大罪，疏忽。我没什么身份，兵部侍郎之女华娇，黄甫龄。你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挪用公款？若我猜的没错，你腰间挂着的那一枚价值1000两的玉佩，是南州前些日子被抄家的王家的传家宝玉吧？本应充公，却被你私吞招摇。你凭什么？想说那是赝品？那块宝玉上可是有当今圣上曾用金墨题的一个王字，让周围人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至于做假账，现在去南州商行一查，便知真假。这玉佩上真有金墨写的王字。我冤枉啊！你闭嘴！来人，把他扣下来押去关衙，晚点本皇子亲自审问。这位大人，您是怎么知晓这一切的？总不能说是以前在牢里听那王家掌柜亲口说的吧？殿下可曾听过读心术？果然，他果然是深藏不露的武林大佬。大人，您今天可是帮了我大忙，你想要这个艺人是吧？我帮你拿下。不必，要是让皇甫清华帮我买，以后在太学碰面，岂不是随时会暴露身份？真丢人！我自有办法拿下。相信各位对此玉牌都不陌生。今日这位艺人，我要定了。各位若是执意要与我比财力，大可以试试。我的最终价格是300两。天哪！这是地下拍卖场的玉牌，持有此牌可随意支配的现银起码过1万两。他到底是谁？玉牌持有者，除了父皇，这是我见到的第2位。也就是说，他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力，起码比我爹有钱。看皮肤年纪与我们相仿，竟有如此通天的背景，跟玉牌持有者竞争，岂不是自讨苦吃？恭喜姑娘拿下心仪之物，交了银子，由我带你去领取拍品。也多谢了大人您相助才是。姑娘，你可真厉害，玉牌我还是头一次见，而且我感觉你让我特别熟悉。这小子狗鼻子吗？难道被认出来了？小侯爷莫非对谁家女子都这般搭讪？我此刻有要事在身，就不奉陪。霍不气，你招人家做甚？好闲，我还没来得及拜师呢。我干啥了？我不就上去套个近乎吗？大有人都该死！我堂堂古都王子，竟被当作牲畜般拍卖！您走吧，
钥匙交给我，这里有我一个人就行。姑娘，这艺人极为暴虐，曾伤过不少人，最好不要解开锁链。我明白，一切后果我自行承担。大庸人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跟你做一场交易。交易？我身上可没有东西给你，我只会找机会杀了你。现在这个距离，你确实能一拳砸死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。你能看穿我的想法？我不会读心术，只是你把心思都写在脸上了。这里是大幽的土地，你杀了我，大幽律法会让你为我陪葬，这划算吗？你想要什么？2条路，第一条，我放你走。说什么？你没听错，我放你走，就现在，无条件。我选第一条。不听听第2个选择？放我走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我跟大幽人没什么好说的。你就不怕我现在直接杀了你，然后逃走？古都艺人信仰古托女神，原则上不杀无辜的女人与小孩。何况我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收起你的小聪明，下次见面我会要了你的命。艺人先生，你真的要这样离开这里吗？京城与古都差了108000里，你无钱无人脉，要如何逃过眼线回到古都？你住哪？吃什么？如何确保不会再次被抓？被抓后还能遇到像我这样的买主吗？还是说你觉得这门外面会比我这里更安全？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江青云，大幽当朝正3品礼部侍郎之女。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了吗？说吧，你到底想跟我谈什么？不用再跟我绕弯子了。语气不要这么凶嘛，以后咱们有的是时间培养感情。谁要跟你这个大幽女子培养感情，我要杀了你！既然我已经自报家门了，那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？我叫小黑。小黑，真像我们这边给小狗起的。大言不惭，你想死吗？想好好活着走出去就乖一点，坐下。站起来。你训狗吗？啊，站不站？坐下去。站起来。在戏弄我吗？你到底想谈什么？我杀了你！别急嘛，这准备的东西不是刚到吗？事情都办妥了。是，一切已经妥当。将纱布与药全都交给我。拿这些东西做甚？你不必如此警惕，你身上受了伤，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，会感染发炎，情况会更加糟糕。既然我现在已经将你买下，那便需要对你负责。你一个3品官员的女儿，你懂医术？不懂，但是对付你身上这些皮外伤绰绰有余。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着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谈判了。你想怎么谈？第一，我会给予你住处、正常吃食，甚至足够你生活的财物。第二，我保证你的身份安全，不会被人认出来你是艺人。第三，你如果找到机会想要离开，随时可以离开，这是我的要求，你可以考虑看看。那我需要给你什么？忠诚。在你我表面上还是主仆关系这期间，你要给我绝对的忠诚。如你所见，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可我也有我一定要争取的东西。可我要争取的这条路上有太多危险与绊脚石，我需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战士在暗处为我扫平一切。是的，我需要一个暗卫，或者一群暗。
而你，古都的异人，你们是天生的战士，拥有野兽一般的战斗能力。你是最好的人选。你说的这些我没问题，但是你能不能先带我吃点东西？这是你的第一条筹码，不是吗？当然，不过在离开这里之前，我有见面礼要送给你。这是我亲手为你而制的布帽与衣服，你换上吧。毕竟，你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艺人身份，不是吗？震撼！我极少用震撼来形容一个人的饭量。一人吃下17碗炒饭，我从未见过就如此饭桶的男人，这简直就是对我厨艺的认可。洒家这辈子值了。小姐，他真的是人类吗？艺人应该算吧。所有艺人都跟他一样饭桶吗？阿珍，虽说这话不太中听，但眼下你饱了吗？7分饱，不过也足够了。这饭量，我果然得想办法赚钱了，否则迟早被他吃去。小姐，时候不早了，要请城去那里看两眼吗？当然要看看，反正天也快亮了，不如先去看看，明日再回府。没想到我也有失算的一天。还好那位大人让我晚些时候过来验查一番，否则还真让你逃掉了。他们就派你这种货色过来，未免太看不起我。还是说，这次伏杀已经动了他们太多元气？这就是不是我需要考虑的事情了。我只需要提着你的人头前去领最后一笔赏金即可。有血腥和烧焦的气息，我去看看。怎么样？似乎是不久之前发生了争斗，不过现在安全了。有一具焦黑的尸体，还有一个将死之人。只不过，那将死之人有些奇怪。如何个奇怪法？他长得可真好看，怎么会被人伤成这样？他可能是巫族人。巫族？巫族？不管是不是巫族人，直觉告诉我，此人不能死，就当做是卖巫族一个人情。一翠，把药给我，他必须马上止血。别紧张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待我将你伤口简单处理之后，我会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他的心脏居然长在右边，难怪凶手中了一箭还能活下来。只是这样远远不够，这伤受的太严重了，需要医术更加高明的真正的医师及时治疗，才能完全脱离危险。小黑，你背着他，随我们一起去一个地方。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不仅能救活他，还能保住他。临危不乱，有条不紊，倒是成长得很快，不过也太过于放心了，得再教他些东西才是。快点，再快点！要是耽误了大事，你们全都别想活了！完蛋！找！绝地3天也一定要把人给我找出来！快去！怎么想都没想到，他居然会把我带回这里。小姐，您不会是要把他送到丞相府吧？算是，也不算。里面那位丞相算是我半个师傅，有实无名。我所求之事太大，
必须借助手握权势的巨波，所以我选择了他。我晓得蛊毒憎恨他，但你记住，现在你是我的人，暂时放下个人情绪，以我为主。若他真是巫族人，或许我也能像向颜幻想。你醒了。这是哪儿？这是丞相府，里面有最好的医师，能救你的命。多谢姑娘相助。江小姐，今日相爷和徐老不在，半夜我也不传授医术，你等着，我回屋拿2本医书丢给你，你自己看。白姑娘，我今日是有要事相求，我想请你救一个人，此人或许对相府有用，而且你也会很感兴趣。哦，白姑娘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没想到你竟然能找到这么特别的患者，快带他进府吧，我马上治疗。有白姑娘在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就不进去了，只是需要白姑娘帮我一个忙啊。要医书吗？还是要学什么医术？我想请白姑娘转告相爷今日发生之事。虽说今晚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毕竟为相府送来了一位巫族男子，不知价值如何。那你想求什么功劳？求相府为我挑几个利索的下人，以及20位武者。这些事情我都会如实转告。江小姐留个地址，等着好消息就是。那便多谢白姑娘与相爷了，我等告辞。真没想到你竟然伤成这样，还被江小姐给救了下来。他们临时加派了1倍以上的人力，为了除掉我，还真是下了血本。谁让你把他们好不容易抓来的异人王子给盗走了？府里这个月天天闹刺客，整得我心神不宁的。现在还不能发动战争，起码现在不行。你脑子里想的什么？我不明白，也不关心。我只是个医师，我更好奇的是，那位江小姐背着你的那个异人，就是今晚被拍卖的异人王子吧？你竟然以这种形态被他救了，莫非这一切都是巧合？或许天底下真有如此巧合，又或许他比我们想象中更具手段，但他只想保护家人，对我们而言不是威胁，是助力。是吗？我怎么感觉你对他格外宽容怜惜呢？你一个被仇恨裹挟的复仇傀儡，居然动了私心。白芷，收起你的好奇心。我不说就是了，我跟着你也只是为了研究你们巫族神奇的血液。那他刚才提的那2个条件，你看如何？某人明明就在那儿，却要我帮忙开口。既然他想要培养自己的权势，那我也助他一把，就当还了今日这救命之恩。去把我屋内柜子左边第3格的名单拿来，我亲自选人。回头让徐老把这几个人送过去。你果然对他动了私心。不过是想看看这条鱼儿究竟能游至何方罢了。不维护妹妹要被妹妹伤，维护了妹妹还要被爹娘训。我这家庭地位连阿猫阿狗都不如。小鱼儿，江青雨，我进去了啊！哼，江青雨，你又给我来这套！小姐，这房子如何？还不错，应有尽有，主要是地方够大，位置够好。看来上一任主人是急着出手，否则200两可拿不下这套。2位都在呢。来这么早？徐公，
江小姐，每次见你真是大有不同。相爷说你立了大功，特意让我把人送来。那便请徐公回头替我谢过相爷。都进来吧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就是这位江小姐的人了。好好做，江小姐身上有大智慧。明白。徐公，我的话语权在他们眼中与相爷相比如何？他们既然已经是你的人，那么日后也只有你能使唤他们。还请江小姐放心。既然各位以后便是同伴了，那我也带各位熟悉一下。这位是怡翠，云烟阁的二把手，享有与我同样的权利。而这位小黑，日后便是你们的老大，一切训练与任务以萨洛为首。我不服！你有什么资格不服？我等都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武者，如今凭你三言两语就让一个陌生人成为我们的指挥，我们自然不服。你的意思是我没资格？这是我们大家的意思。既然不服，不如打一场。怡翠，为我与徐公备战。多谢江小姐成全。我没意见，就怕你撑不过我3招。这就是相府最优秀的一批武者，也不怎么样。我看保护江小姐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如何？各位现在心服口服，既然没有意义，以后就跟着小黑好好学。你们来这儿，并非被相府淘汰，而是机会。跟我做事，我保证各位的前途不比在相府差。不比相府差？江小姐这口气还真大。我允许你提出异议，但首先你要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我叫高和。山高水长，河清海晏。正是。这江小姐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我们是初见吧？她该不会看上我的美色，想对我图谋不轨吧？我高和可卖艺不卖身。高和，你不信我所说的话？是，相府权威人尽皆知，而您不过是正三品礼部侍郎之女，二者差距实在太大。您说您这的前途比丞相府好，此话未免犹如坐井观云，自诩井中月是天上月。请问这位高和先生，丞相府而今手头掌握1等高手多少？不下100人。那么丞相府中谁人智慧能比相爷与徐公？无人能比。与你一同来的这黑衣武士，可都是丞相府精心挑选来的好手。是，可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只想说，既然丞相府一流高手过百，相爷智勇无双，你们留在丞相府，当真会有用武之地。我承认各位都是璀璨珠宝一般的好手，可如你们这般的好手，在丞相府如过江之鲫。你们留在丞相府，是大放异彩，还是被埋没于黄土之中，至死无人在意？各位武者也看见了，我这云烟阁虽连后起之秀都算不上，但我这府内不缺顶尖高手。你们扪心自问，即使是丞相府，武术上能比得上小黑的，能有几人？你们现在是璞玉没错，可璞玉要成为珍宝，也需有人打磨。各位武者可以想想，若是在小黑手里练个2、3年，会成为什么样的高手？你们需要机会，丞相府给不了那么多机会，而我江青鱼有的是机会给你们，让你们在我这云烟阁大放异彩。我将允诺你们机会、舞台、生存以及自由，而我只需要4个字：忠诚、回报。此人真的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世家小姐，15岁，怎会有这么强的决策力？请江小姐、小黑师傅赐教。以后多多指教。我们3人主要负责管理与策划，会全力以赴替你做事。从今以后，云烟阁的运营你们可以全权执行。这里是200两的启动资金，你们随意支配。你当真直接给我们200两？怎么，觉得自己配不上这200两不成？这才是人民的好老板啊！突然想爹做官人多贪点，
这可是我存了10几年的全部压箱底了，要是赔了，我可就什么都没了。老板，虽然这钱已到手，可您还没告诉我们云烟阁主要经营什么呢？主营酒楼、客栈。您确定？怎么，觉得现在京城已经不缺酒楼客栈了？京城从来不会缺酒楼客栈，雨露客栈和酒池肉森地位稳固，此后再开毫无优势，很快就会销声匿迹。我清楚你的顾虑，可我既然提出这个想法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小姐，该用膳了，一起用个膳再继续吧。配上米饭更香，各位试试吧，动快吧。那老头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你在这菜里放了什么？哎，你们几个吃那么快干什么？晓不晓得孝敬老头？这是我老板请的饭菜，徐有福你年纪大了，不适合吃这么刺激的味道，我来替你承受。我明白你为何如此自信要开酒楼客栈了。有此等菜品，必定大赚。可这里面到底加了什么东西，竟能让人如此欲罢不能？是香料，一些胡椒、辣椒等香料。香料？那些刺鼻没人要的东西。这下你们能明白我为何要做酒楼客栈了吧？如今这些食用香料市场还未被人发掘，我们抢占先机。待1、2个月后，其他店家发现我们已经在这京城站稳了脚跟。高和，前世其实是你最先发现这些香料价值的，这一世我占了你的便宜，但我一定会100倍回报你。可这些香料多半都是外国进贡而来，大有本土根本没有，这供货问题……各位可是忘记了我爹的官职，礼部侍郎。若是有礼部侍郎从中插手，那我们确实独占鳌头，未来3年都无人能对我们造成威胁。3年，我家1年后就会被满门抄斩。不过，高和这小子确实一点就通。可礼部侍郎大人不是做官正的发邪，从不给人开后门，他会帮我们吗？不会。啊？不过有人能帮我们，我大哥江行彻。江行彻，那个在商圈小有名气，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商会，不过却很坑爹的那个江大公子。我大哥1年前就借助我爹的名头打开了外贸，他手里有不少香料库存，我们可以大批量全部买入，就用这个价格。这价格比目前市场价低了1半，会不会太坑你兄长？兄长不就是用来坑的？而且咱们刚起步没什么钱，这才哪到哪。其实现在大哥手里那批2个月前购入的香料，正因为梅雨季无法脱手而快要坏掉了。前世大哥因此商行垮掉，一蹶不振。这一世我绝不能让悲剧发生。日后我不会常来云烟阁，一切就交给你处理。对外你就是老板，可明白了？这怎么行？我从未真正做过这些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因为我相信你。难道你不相信自己吗？小姐，小高，小姐，小高，小姐，一翠，一翠，小姐，神经病！没想到江小姐不仅品行极佳，这眼光与手段也不弱。短短1个时辰，就让所有人心服。高和对她崇拜不已。他并非蠢人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不过他似乎不想让你插手云烟阁，从头到尾都在确认话语权，这点跟你倒是很像，是吗？你今日竟不反驳我？好歹自称是我半个弟子，自然也该有我半道影子。开学明日要开课了，江小姐似乎还没做好准备，需不需要提醒她？不必。若她连太学的事情都解决不了，那也不过只是一枚无用的弃子罢了。当真一点也不在意。已有贵客早访江府，又何须我们操心？谁？不败侯。蓝狐狸精，敢勾引我妻，速速受死！相公停手！
等等，您是不败侯？江大人还真是生龙活虎啊！侯爷面前像什么样子？没事上来给人侯爷来一棒槌，什么意思？我这不是没认出来，以为他是来勾引你的蓝狐狸精吗？我都能当奶奶的年纪了，我还找男狐狸精？你看我像不像男狐狸精？真是个子不长，脑子也不长。二位不必紧张，我没有追责的意思。江大人爱妻心切，感情如此和睦，难怪青鱼能如此聪颖讨怀。侯爷，无论我家青鱼做出了何事，给您造成了麻烦，我都替他给您道歉。若要怪罪，还请怪罪我们管教不善。二位不必如此，莫非青鱼什么都没给你们说？说什么？江小姐并未得罪人，相反，她在侯府宴会上大放异彩，还同意了给犬子不弃做伴读，明日一起进入太学。啊，侯爷，您说的是我家女儿吗？她起码救了小侯爷一命，更一曲剑景，题词引百鸟。当时可有几十人看着，我岂会糊弄你们？那侯爷今日前来是要做什么呢？有2件事。第一，明日太学开课，让青鱼尽早前往侯府，行头已为他准备好。那第2件事呢？这第2件事跟我们几人都有关系。青鱼与不弃年纪都不小了，犬子爱慕青鱼，二位觉得要不要先给他们定个亲？2个孩子情投意合，不弃连他娘留下的白虎玉都送给了青鱼，二位可愿成为我侯府的亲家？侯爷，万万不可啊！江大人这是何意？莫非觉得我家不弃配不上你家小姐？侯爷，这是孩子的终身大事，我们不能做主啊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有何不能做主？我虽是个不上不下的小官，但我只求孩子们平安喜乐。我希望小鱼儿的未来由他自己来决定。你当真要拒绝本侯？若我不谅解呢？若侯爷不原谅，那侯爷也敲我一棍，把我敲晕过去，敲死过去。届时便不会再有人阻止侯爷了。老头子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2位还真是通情达理之人。我说青鱼这姑娘怎会这般优秀？见到2位，我心中也是有了答案。您不杀我们？我只是想知道你们这些话是否当真罢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您为何还拿着那东西？什么？侯爷，刀下留人。能听我解释一下吗？那请侯爷先把刀放下再解释吧。侯爷，青鱼目前年纪尚浅，不懂男女之情，也怕担负不起这个责任。我收下这枚玉佩，确实会让大家误会，我给不了你们承诺，所以请将玉佩还给小侯爷吧。这哪是玉佩，这分明是烫手山芋！要是让那臭小子知道我把玉佩带回去，不得把家里掀个底朝天！既然是不弃送你的，这就是你的东西，你不稀罕他，也不必送回，否则他得跟我闹好一阵。你留着，就当换你霍叔叔我一个人情。日后你若改变主意，随时可带玉佩来侯府，我定全力相助。那便多谢霍叔叔了。好孩子，霍不可，你爹连老脸都豁出去了，你可得给我争点气。我今日造访，也并非专程过来提亲，而是叔叔有事求你。去！我不要去太学，我不要上学啊！你个不孝子，棍棒底下出孝子，我今天抽死你！抽死你啊！你别劝我了，每次夫子在上面讲，我就在下面睡，我越使劲听，睡得越早。夫子还要点我打我，我自尊心都碎了。你还有那些同窗，每次小测得了奖，还装模作样说考得差，我拿个饼下是一句话也不敢说。他们还在背后蛐蛐我，说我蠢蛋。你也不想我一拳头砸过去，他们爹娘找上门来哭丧吧？霍不出，你真是不识好歹！但凡你爹当年有这条件，我早就成文状元了，每日吹吹牛就能拿赏赐。算了，你爱抱着那树，你就抱着吧。
爹，你不会再酝酿什么阴招吧？你确实没那个读书的命，只可惜人家江小姐还心心念念要去太学与你一同上课，坐在同一排。看来我不必喊她了。哼，少骗我，江小姐肯定也不想去。霍叔叔，小侯爷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青羽，小侯爷，你抱在树上是做甚？不是约好一同前去太学？江小姐，地无神，是伤着了吗？需要我看看吗？不必江小姐费心，这小子皮糙肉厚，搁这儿装死呢。江小姐，让你见笑了。我平时也不是不爱学习，我就是不想一个人去。我在等你，我今日天没亮就在门口等了1个时辰，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现在才刚刚卯时出，你等了1个时辰？既然已经答应，我就不会爽约。倒是小侯爷，日后莫要再起那么早，身体重要。赶紧走，别耽误了江小姐报道。青羽呢？今日去太学可千万要留个心眼儿，别忘了我昨日提醒你的话，学府之下，暗流涌动。各位，你们可知今日又要来一位新同窗？看这样子，是新同窗，谁啊？是哪家的漂亮小姐？还真是一位美人。各位可知近日京城有一位闹得沸沸扬扬的江小姐？殿下，我知道，您说的是礼部侍郎的那位女儿江青鱼吧？江青鱼，那不是京城出了名的傻人吗？前几日还发癫似的去跪了丞相府整整3日。听说是因为对那位相爷相思成疾，他脑子莫非真有什么隐疾不成？不早说过了，人家是出了名的傻人吗？哎，你们这听的版本太落后了。这江小姐早就不傻了，她不但跪了丞相府，还成功进了丞相府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意外结缘了霍小侯爷。霍小侯爷对她一见钟情，连从小带着的白虎玉都送给了人家，可谓用情至深呢。不仅如此，前几日她还在侯府大放风采，与华娇一同曲舞，一词引百鸟，连不败侯都对她啧啧称奇呢。据说因为那晚的晚宴，侯爷还让他当了霍小侯爷的伴读，他也要来咱们麒麟堂的。天下竟有如此奇人，他是长了3头6臂不成？当然有，不仅你们好奇，本皇子也好奇。本皇子已经打听到了他的消息，他已到达太学，正在接收夫子们的摸底测试。测试结束便会过来熟悉环境。作为不弃的好兄弟，理应替不弃考验考验这位江小姐，看她是否真那么有本事。还是用了什么诡计才让霍不弃鬼迷心窍？殿下，那霍小侯爷待会儿护着他怎么办？当然，为防止不弃干扰，我已经偷偷喊人乘机把他敲晕了。敲晕了，殿下英明。我看了那么多年的话本，自诩情花技能点满，都没遇上真命天女。我不信旷个课就能遇上江小姐，我不服。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。哎，你们说这会儿先生会问什么呀？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问咱们刚才看的那本书了。哎，那本书叫什么来着？我也没记住。哎，你们谁记住？三皇子殿下，若是您对那江青鱼感兴趣，我倒是有办法整治他。不过是借着你爹国子监博士的名头抢走关系进来的货色，这里有轮到你说话的份儿？殿下，本皇子没告诉过你，本皇子不喜欢说话时被人打断。何况还是你这蠢货！殿下，我错了，我这就走，一定安分。江青鱼，我为了来太学，求了我爹走了无数关系才买到伴读的位置，你凭什么投机取巧就能来？三皇子他们的测试根本不是人能通过的，我通不过，你也别想通过，我一定要让你好看。你们要玩，那是你们的规矩，我理解。但也请不要太过分了。若是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会带走江小姐。尤其是某些人，与其在心里面打一些不三不四的小算盘，不如多注重自己。
真是麻烦您一直在这儿陪着我。现在我能离开了吗？去盖章吧，盖完章你便是太学的学子了。规矩方才都跟你说过了，不用强调。多谢大人。小姐，您考得怎么样？应当还行，在太学要低调，但也不能太低调。太低调就不会有人重视，太高调又会惹麻烦。希望我这份故意写错了几题却暗藏玄机的杂卷能被发现。大人，又有新生考核了。是啊，说是特意给那位小侯爷找的陪读。不过挺有礼貌，做题也极为认真，只是似乎也只是天资平平，不是我们要等的人。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他们是大优的种子，大优的未来，怎么能说没有吗？我们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呵护这个孩子的方法罢了，是我们的失职。是小的肤浅了。那答卷给我看看，既然是侯爷亲自选出来的人，我怎么着也得把把关才是。大人，您是看到了什么？这不就是5份普通到了极点的答卷吗？这5份答卷分开放出来看，确实十分普通。可你有没有发现，这5份答卷全是丙上的水准？那有什么奇怪的？不是刚好合格吗？可你再看看他这几份答卷错题的顺序呢？全都是偶数题号出错，奇数题号一道没错。您是说，这人是在故意控制考测成绩？你再仔细看看这道题，他的回答虽用词平平无奇，可言语精炼到了极点，每个字都是信息点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对商户法的看法与意见，跟今日陛下在朝堂上的提议一模一样。这提议将在1个月后正式公开实行。你是说，他在答卷上写上了还未公开，被满朝文武认可了的政论提议？您的意思是，他是绝世天才？很有可能。不是很有可能，而是一定是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必须重点观察他，看看他虚实如何。待我确认是他之后，立马把他转到天字堂。这位新生是礼部侍郎的女儿，她的名字好像叫江青鱼。一翠去茅厕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我本想来熟悉一下环境，可这人都走光了。那位三皇子果然是要在这测试我，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在放课后还在蹲着。公主殿下也喜欢李雅大人的万民论。李雅大人的万民论推崇众生平等，无论男子或是女子都拥有同样的选择权利，性别、出身、背景，一切差异都不能分出高低贵贱，天下事能者得之。你也喜欢李雅大人的万民论？万民论的论点与思想都十分高明超前，他几乎将一切公平化，讲究能者得之。当下大优有许多能人异士，却因性别、出身、背景被卡死在某一环节，这对人才的流失无异于是巨大的。人尽有能之，而无人处处能之。若一以否全，上失良马，下失机缘，于国于民都是一处伤痛。你是从何处看到万民论的？我三哥平日悠闲，时不时就喜欢去鬼市淘一些古旧玩意，我偶然在他房间见到罢了。你也喜欢去鬼市？看来传闻说的没错，公主殿下的确冰雪聪明。你叫我灵儿就好，
我会替你保密的。既然灵儿都如此说了，我也不客气了。你很喜欢万民论和李雅大人，那你想不想要万民论的续篇，以及李雅大人的其他作品？你有？你别激动，若你想要的话，我明日拿来给你便是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李雅的作品无比珍贵，我也十分喜欢她，即使是给你，青鱼这心里也难受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只要不太过分都可以。我想同你玩个游戏，一个能治疗你心病的游戏。你知道这种病？曾在一位姓白的医师给的医书中看到。我该怎么做？接下来我会问你几个问题，你无需直接回答我，点头摇头即可，可以吗？第一个问题，他们给我的考验就是与你独处，对吗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是自愿留下来的吗？是因为你想跟他们交朋友，与他们融入一片。你无法与人正常沟通，是因为见到人就容易紧张。那你愿意主动去与人交好吗？那你愿意主动去与人交好吗？灵儿愿意把手搭上来吗？感觉怎么样？很温暖，血液像是有一条淌着热的河流，很舒服。灵儿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呢。怎么了？雨姐姐，我难受。没事儿，难受的话就哭一会儿，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替你保密。我是不是很狼狈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但是，雨姐姐，我怕很多人，唯独不怕你。我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放心，你没事的。这只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心病，并非疑难杂症。只是治疗的话，需要一定的时间，让你开始适应，并且接受其他人。你愿意让我陪着你一起治疗吗？愿意的。那你想知道这种心病的名字吗？想的。此病名为羞怯。眼下天色也已经不早，他们何时能把门打开？雨姐姐想走了吗？他们估计要等饭后才会回来，之前便是如此。他们经常这样做，是我提议这么做的。那日在鬼市见过你，听闻你也要来之后，我才如此提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对你很好奇，我想与你一同待会儿。没想到你比我想的还要好。他们平时虽然有些傻，可毕竟三哥是皇室子弟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是能够区分的。传闻他们打人那也是有原因的，他们并不是坏人。下次不必如此麻烦，有任何事情可以直说，这样的方式太过危险，万一遇上些不轨之徒，恐怕会令你自己置身险境。目前应当只有我一人有此待遇吧？还有其他人？昨日有一个。江青鱼，很快你也会跟他一样被排挤在外。宝贝们，养了你们那么久，总算能够派上用场。小姐，你们没事吧？还有公主殿下。公主殿下息怒，奴婢一时心急才忘了规矩，请殿下宽恩，饶恕一翠的口技。不必紧张，公主只是羞怯罢了，并未责怪。她很喜欢你，说你慌慌张张的模样很可爱。真的？
你们没有什么意外就好，否则我以后再也不敢如厕了。我方才如厕时听说，太学这2日时常会有野狗叫唤，我生怕小姐被野狗叼走了。野狗？灵儿在这待着，不必担心，我有办法。只留1只活口，我要用。遵命，小姐。小姐，我护着你。借匕首一用。小姐，你手上的伤……没什么大碍，没想到后面竟然也有，不知道这群狗是谁放来的，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你是说，有人故意的？这狗虽说口齿锐利，凶神恶煞，但其身上膘肥肉厚，显然不是需要自行捕猎的野犬，而且出现的时间又太过凑巧，恐怕就是麒麟堂的学子，专门冲着我或者公主来的。莫非这也是他们测试的一环？测试是3皇子为主导，小侯爷不知情，但还有华姐姐把关，他们不会那么过分。恐怕是有人想借刀杀人，是冲着我来的。怎会？冻灵儿怕是不想要脑袋。可你们2人不是一直被锁在一起，若是冲着小姐来，肯定也会误伤公主呀。若是我2人都遇害，又找不出疯狗主人的话，我来则狗来。此前从未发生过类似事情，无人能够作证这狗不是我自己带来的，随意安上恶犬反噬的名头，就能将所有罪责转于我身。我若死了，则更加死无对证。我或许知道是谁要对付我，还真是不罢休。既然他下此毒招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以免日后碍眼。你在这边唧唧歪歪什么呢？有什么猜测直接问我不就得了？你知道？我可以问他。我们古都有极少部分艺人拥有与野兽沟通的能力。买萨洛菊丝这300两，花的可真是太值了。那他们能听你话？不能，但是可以打到他们听话为止。他说他已经听话了。好朴实无华的方式。不过也好，既然送了我们这么大的礼物，看来我们需要演一出戏，杀鸡儆猴一番。需要我帮忙吗？那最好了。灵儿，灵儿。皇兄，一起演一出戏。灵儿啊，你死得好惨啊！灵儿，皇兄不会让你死不瞑目。该死的杀人凶手自知我也万死不够，让你血债血偿！殿下，请你冷静，眼下查明真相才是最重要的。都别过来！不必安慰我。殿下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。我与这位江小姐打过几次照面，我这里有一些线索。放肆！你有几斤几两，也配办理此案？若凶手真是江青鱼，为何江青鱼与他的丫鬟自己也惨遭毒手？此案我会亲自督查，这狗来历不明，
你们去把祭酒喊来，封锁太学，谁都不准离开，我必严查此案。我去喊夫子他们。唉，总算是把这人送走了。你们诈尸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于姐姐，我有点紧张。没事，我来。不可能！你到底对我皇妹做了什么？你信不信我直接定你死罪？不儿，胳膊肘怎么都往外拐啊？难道殿下不想知道如何讨公主欢心？难道殿下不想知道如何让公主黏着你喊红袖？殿下若是真定了我死罪，那就无人知晓方法。当真？你认为呢？成交，只要你能说到做到，今日你想怎么解决都成。快去麒麟堂！出事了！大人，这黄银桥逢人便说，那新来的江青鱼是谋杀公主的凶手，您怎么看待此事？凶手另有其人。怎么说？能预测朝廷未发新策，说明他对政事极敏锐，岂会做这种大逆不道的蠢事？何况太学戒备森严，他今日才拿盖章，如何送得进那么多恶犬？殿下，你们这是守株待兔？你们说什么呢？我不太懂你们的意思。别狡辩了，真以为你那下九流的手段没人看出来？黄银桥，想过你蠢，却没想到你敢谋害公主。这些狗都是你的吧？花椒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知你平日不喜饮酒，但这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你竟敢栽赃！苏大人平日就是这么教你们的？我只教麒麟堂的孩子要坦然，包括你的女儿，我也一样教了。至于学生做不做，那是我说了不算。不要把话题扯远了，当务之急是搞清楚发生了什么。谁指认，谁讲证据。若是老夫面子不够，那也只能请陛下亲自审理了。我黄忠发誓，今日之事若与我女银桥有半点瓜葛，我黄将天打五雷轰。对，若我真与此事有关，我也天打五雷轰。我根本没有做这种事的必要。虚无缥缈的誓言，也配在这么多人面前喧闹，当真可笑。那证据呢？你们口口声声指控，证据在哪儿？证据，我们最不缺的就是证据。你看那边，怎么会？很意外，我没死，公主也安然无恙。你们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真的好？你不是还指望指证我是凶手，替你的罪，让你建功立业？我们活着，你很遗憾才对。你说什么？我从没这么想过。可惜了，你养出来的这些狗全死了，很心疼吧？江小姐，你不能这样血口喷人。血口喷人？在麒麟殿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今天只有我和公主在，这些恶犬却如此针对性的攻击，究竟是凑巧还是内讧？那为何偏偏是我？我昨日才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很简单，因为你记恨我。你派来的那个丫鬟，可还在我手里？她果然在你那儿，你把她怎么了？跟这些狗一样。什么？我说，她跟这些狗一样。孽畜，你敢！房大人不必心急，这狗的样子可不像是要伤害您的女儿。
江青鱼。黄大人，这狗看上去与黄小姐甚是亲密。狗跑了！跑了，跟上去就是，没准会有意外收获。那个方向，想跑吗？黄小姐不必费心了，太学早已全面封锁，谁都出不去。求求您放过我，江姐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是吗？我真的错了。有人教过我，要成事就不能只做小孩子胡闹的游戏。既然你3番5次动手，想必做好了万劫不复的准备。我要做的事很多，绝容不下任何隐患。你还是好好自食恶果吧。好一个黄家，竟敢在太学饲养恶犬，谋杀公主！殿下饶命，臣知罪，求殿下宽恕啊！小姐，若是我们没有买下小黑，真死在那些狗口下，江家该怎么办？害怕了？怕，这才1日，竟发生了这么多事。我要做的事，容不得半点心慈手软。江青鱼，你过来。青鱼见过祭酒大人。今日这瓮中捉鳖的局，是你做的？是，青鱼仅是为了自救，不曾敢有歹意。这布局并不难看穿，我也没打算隐瞒，只有引起这位陈大人的注意，才有可能探知他背后连陛下都尊敬的权势，以及相爷让我攀附他的真正目的。现在老夫终于相信你的那份考测答卷是真正属于你的了。你很不错，那份答卷是老夫在这国子监教学的10年来最优秀的一份。糟糕，我控分是为了不引起这群清高学子的嫉妒和纠缠，可季景这一句话直接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。祭酒大人谬赞，青鱼那份答卷普普通通，不过刚刚及格的标准罢了，又怎能称得上10年来最优秀？刚刚及格，老夫可什么都没说。替你审卷的夫子也未给你批改，你又怎知自己刚好及格？莫非你早已算好？大人，您就放过青鱼吧。青鱼不过只会一些投机取巧的歪门邪道，算不得什么。哼，若连未公开的实证都能预测，也算是投机取巧的歪门邪道。恐怕我们这些老东西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无能货，让您一人辅佐陛下即可。青鱼不敢。江小姐，你有多少本事，要让大家全都见过了才知晓。既想老夫重视，又不肯让大家知晓你的本事，莫不要让大家知道老夫收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弟子，受人口角你才乐意不成？你心里那点小九九瞒过别人还行，想瞒过老夫，那还差了10万8千里呢。老夫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是老老实实的在这太学整出点真本事，让老夫觉得你实在是个可塑之才；二是现在收拾好你的东西，麻溜点滚蛋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谁让你来，你跟谁去学就行。凭什么？祭酒大人竟然有意收他为徒？他才来太学半日，就凭那一纸答卷和刚才的手段，我不服！江青鱼，老夫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不给个准话，在场恐怕已经是有许多人不服你，是不是？天字堂的、地字堂的，还有其他学堂的，你们服不服啊？报祭酒大人，我等不服！我等不服！你看，他们都不服。你要是今日不走，日后在太学也不得安宁。老夫也不是缺你这么一个人才，你这若是不给个准话，那老夫可等不得，老夫得走。青鱼，谢过祭景大人提点。今后，青鱼会拿出自己所有本事，全力以赴。青鱼绝不辜负大人期望。江小姐，且慢。我叫林玉，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来意。我们也想知道，能让看景如此赏识的人，到底有怎样的本事？今日天色不早，青鱼受到了不小惊吓。
我奉劝你们还是不要在这个时候找事。与其关心别人如何，不妨想想自己为何没被看上。你离开。再不走，是打算让我们留你们一块吃饭不成？1个月后太学月测，各位自然会见分晓。在此之前，我希望各位都不要叨扰我，我没有义务接受你们的质疑，你们也没有那个资格来质疑我。看来有不速之客来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你倒是自来熟，老夫可没有请你来这儿。怎么样？你指的什么？他苗子是不错的苗子，甚至有些你的影子。不过败也败在太过像你，尽学得一些偷鸡摸狗、自以为聪明的手段，于行于渊，自以为轻松自在，却不料底下的大鱼看得一清二楚，随时能在他下一个落脚点被吞得连骨头都不剩下。不过，老夫劝你一句，你也别嫌老夫啰嗦，莫造杀孽，回头是岸。陈大人，我身后空无一人，早已没有回头路了。近日我会在太学住下，麻烦陈大人多多关照了。去吧，去吧，那本就是你的地方。唉。一翠，走。小姐，你看这鸽子怎么总围着我们转？跟上去瞧瞧。是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的住处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江小姐。江小姐是在太学念书？是，我刚入太学。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？多亏了江小姐将我带去相府治疗。那位白姑娘医术高明，我已无大碍。本想挑个日子去江府登门感谢，没想到却在这里遇见。我见江小姐脸上许多忧愁，不妨来我这儿坐坐，或许我能有办法。我身份有些特殊，不能经常出门，偶尔会拜托太学的小童们送来一些书打发闲暇。江小姐若是感兴趣的话，我给你挑一批适用的，叫人给你送去。我可以看看吗？江小姐随意。这笔记解析得如此透彻，这人根本不是打发闲暇，他是把每本书都吃透了。江小姐意下如何？席公子问的是什么？江小姐如今处境极为极端，1个月的时间也十分紧迫。若是江小姐有需求，席某认为你每日放学后可以来这儿2个时辰，席某乐意为你答疑解惑。无功不受禄，席公子的心意我收下了。那日救你，我亦有私心，实在无法理所应当的接受如此回报。我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也有私心。席公子请直说。实不相瞒，虽席某已经接受过相府的治疗，可每日胸口仍隐隐作痛，估计是那日受了寒气。相府是是非之地，席某不能久留。白姑娘曾告诉我，江小姐也有治疗寒气的本事。我希望江小姐每日能为我解决寒气之痛，何况相府的那位实在害人。席某惶恐。原来他也是怕相爷的。只要你怕相爷，那大家就是一路的朋友。既然如此，那这桩交易我便应下了。
现在倒是小心谨慎。不过推他一把罢了。他若真成了陈叔氏的弟子，那就能够拿到那个东西了。相府的恩是相府，麒麟总得报恩才是。徐老，你啰嗦了。我可一句话也没说，你怎么想的无人在意哈？